我亲爱的妹妹 Have a Successful Life， 一款在520当天发布的国产妹系题材旮旯。如果只结合这个标题和封面，你很难想象这款游戏居然会和这些它挂钩。实际上，本作在发布不到2天的时间，就在黑盒的评分上拳打三国杀，脚踢 OWR， 以 1.4 高分荣登新一轮的粪作必吃榜。为什么一款主打和妹妹们这样那样的游戏会如此光速的毕业呢？首先，先来介绍一下封面上的3位美少女。中间的绿毛是男主的双胞胎亲妹妹，左手的红毛是后妈带来的义妹，右手的紫毛是男主中意的路人妹。画质的功力如何先放一边啊，但3个美少女的魅力确实都很强，属于妹控减速带，看了就迈不动道的那种风格。就这3妹同框的设定，不得不说男主出的是真好，用作者的一句话讲就是太好了，是妹妹，我们有救了。然而事实真的是有救了吗？非也，因为你马上便能从作者的神展开中嗅到一些端倪。故事开局，男主爹再婚，后妈带着义妹嫁入男主家，这样一来，家里就形成了2成人3小孩的局面。但男主家只有2个小孩子住的房间，问此时该如何分配房间？按正常人的理解，无非就3个选项啊。A. 亲兄妹一屋，义妹一屋。B. 男主一屋，2妹妹一屋。C. 男主义妹一屋，亲妹一屋。而作者会天才般的告诉你选 D. 钝角。男主的神人爷爷竟会把自己的亲孙女赶出家门，让其住在学校旁边的出租屋里。原本属于亲妹的房间留给义妹住，无论男主是否辩解，都只能被迫接受亲妹离家的现实。在开学前几天，男主在探望妹妹的路上偶遇了紫毛路人妹，并使男主对其产生了好奇与好感。在简单打了几句招呼之后，就继续探望妹妹了。时间来到开学后，学校举办了一场笔友活动，而男主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分到的笔友正是之前一见钟情的紫毛妹。接下来的发展也都是各种非常套路的日常啊。虽然槽点一样有很多，但总体来说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然而到了中期，游戏就开始频频爆雷，剧情也朝着非人类的方向发展了。这第一雷便是后妈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向男主坦言，男主爹其实是个男童。你的意思是有2次和异性结婚的经历，还生了2个孩子的成年男性是男童啊？说完这番话后，不仅后妈抱头痛哭，男主也几近崩溃，而感性又在告诉男主这事儿不能让亲妹和义妹知道。于是男主只好顶着巨大的压力，疯狂靠学习来麻痹自己，并把自己的精神寄托放在了路人妹身上。而好戏还在后面，男主终究还是没压抑住心中的怨念，鼓起勇气跑去和路人妹告白。这时游戏的第2个雷就出现了，路人妹拒绝了男主的表白，并反手表示自己是个女童。然后咱们的男主就彻底绷不住，开始哭了。看完这 LGBT 内容，我只想说 what the fuck， 前面没有任何铺垫和暗示，就硬生生的在所有人面前摆出了这个狗屎一样的设定。这一下不仅男主的精神寄托崩塌了，屏幕外的我心智也跟着塌了。操蛋的是，这2段情节在故事大纲的编排上还是紧挨着的，这种感觉就是像被迫食血，顺着食道没下去，卡在嗓子眼里死活咽不下，接着又立马被强制塞了一坨。最关键的是，紫毛喜欢的还不是别人，正是男主的义妹红毛。后妈忍无可忍提出离婚，二老活了这么久也才得知男主爹的性取向，义妹开始自闭，与男主切割。综合看下来，这2家没一个正常人。经历了人生百态，男主这才确定真正的精神寄托是自己的亲妹。此前整个游戏最温馨最正常的桥段就是男主去照顾生病的妹妹，这也变相的说明亲妹才是整个剧中唯一的正常人，只有和亲妹在一起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但是周围家人们的变动始终在困扰着男主。在一天晚上，心烦意乱的他没有去上晚自习，而是来到了他第一次遇见紫毛的地方。就在男主被过去的回忆涌上心头的时候，他在这里遇到了离婚的亲妈。只见这位亲妈用各种侮辱性的词汇贬低着男主和他爹。然后最抽象的第3个雷点来了，紫毛并不是路人妹，而是男主亲妈的女儿。换句话说，男主喜欢的对象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而紫毛的女同性取向正是在亲妈的厌男教导下所产生的。这理由我真是看不懂了。你要说恶心男童爹，多少还说得过去，恶心自己亲儿子是啥操作啊？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作者最私人的操作，那就大错特错了。听完这番话后，男主火速逃回了学校。然而刚到学校就被告知亲妹也没上自习，而是在校外被大运撞去了异世界。刚好那天还是他们兄妹俩的生日，然后游戏就在男主的彻底崩溃中剧终了。看到这里，我只想亲切地对作者说上一句阿米诺斯。那我问你，标题的 happy 在哪里， life 又在哪，有救又在哪？能做出这种报复社会的游戏，想必背后的制作团队一定是请了高人吧。这么一看才知道，原来制作团队总共就2人，而且这2人现实中还是对女童，这下真是看懂了。
比这抽象剧情更严重的是游戏的整个制作和宣发涉嫌明晃晃的诈骗行为。作者先是用可爱的妹系画风来充当噱头，接着开启众筹骗取钱财，在不做任何告知的情况下给游戏夹带了大量私货，还特地选在了520这个日子发布，就是为了恶心玩家一手。但玩家们对此却毫不知情，都是在玩过之后才知道被骗了。从粉丝群流传出来的截图来看，作者非但没有给出解释，反倒还觉得自己挺骄傲的。接下来的发展不用想也知道，疯狂的差评和对作者的问候接踵而至，甚至该游戏因为一些不明原因导致无法在 Steam 上购买。最新的进展是，作者解散了粉丝群，删掉了社交账号上的一切信息，跑路了。在 B 站的个人简介里还能看到跑路前施加的网语诅咒。而在粉丝群里无法维权的水友们，貌似也在采取或正规或极端的手段。看看当初信誓旦旦的承诺和现实血淋淋的落差，以后还有没有那个底气参与众筹？想必大伙此时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了吧。从每次众筹事件来看，中国独立游戏界真的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批玩家，但我希望这样的苍蝇越来越少，毕竟每次出现一只，对大家的信任度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而信任就像鸡蛋壳，一旦碎了，想拼起来就很难了。